中美双方周三宣布，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天津。中方同时强调，将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而与舍曼的东亚行同步开始的，还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东南亚的访问行程。两人连续密集出访亚洲，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拉拢地区盟友应对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此前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中美高层接触的相关提问时，就强调，美国的诚意是前提条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周三深夜就美国务院称舍曼将访华一事发布消息称，美方提出希望安排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近期访华，同中方就中美关系交换意见。经双方商定，舍曼将于7月25号至26号访问天津。届时，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锋副部长将与舍曼会谈。之后，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将会见舍曼。在周四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为何此次中美高级外交官员的会谈地点安排在天津。对此，发言人赵立坚回应称有2个原因。我们将此访安排在天津，主要是出于防疫安排，还有呢，考虑到天津离北京比较近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周三宣布舍曼访华消息的同时，还强调中方将向美方表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以及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态度，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来说还是比较的重视的。谢尔曼来华访问，以及我们这边的相应的安排，有助于双方在相互沟通交流中间达成某些方面的一些共识，对于管控当前相对而言紧张的中美关系，还是比较重要的。7月3号，在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演讲结束后，深圳卫视记者曾提问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中美高层今年会有接触吗？王毅表示，这有一个前提条件。我想问一个问题，中美高层今年会有接触吗？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对话，但这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那您觉得我们中方可以做什么？我们继续办好我们自己的事，这是最重要的。王毅表示，中美2国元首除夕重要通话为中美关系指明了大方向。安克雷奇对话开启了疫情背景下2国高层面对面互动，但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没有摆脱上届政府的阴影，还没有走出对华认知的误区，还没有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路径。王毅还对美国提出5点希望：一是美国应客观认识和理性对待中国的发展；二是同中国走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路；三是尊重和包容中国自主选择的道路和制度；四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五是不要动辄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国务院周三宣布了舍曼将访华的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周二表示，我们已经明确表示，在中国问题上将在符合我方利益的情况下进行接触，我们仍然有兴趣以实用性、实质性和直接的方式展开接触。此次舍曼访华也是一波三折，最早香港媒体14号透露舍曼将访华，但美国国务院15号公布的行程中只有日本、韩国和蒙古。17号事情有了变化，路透社援引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中美正在就舍曼访华行程进行磋商。21号，中美双方正式宣布舍曼将访华。谢尔曼访华的意图和目的2个，一个呢是希望中方在美方关注的议题中间帮助美国解决一些问题；第2个，希望通过会晤传递出来一个中美关系没有坏到那么的严重，从而使得他的盟国和伙伴愿意在美国目前和接下来筹划的对华战略竞争中间继续跟着美国走。就在美国表态要与中国展开对话之际，却一边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对中国展开制裁，一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抹黑中国。而舍曼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人近期连续密集出访亚洲，不少外媒认为美方是在拉拢地区盟友应对中国。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当地时间7月21号的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谈到舍曼的中国之行时，发言人普赖斯声称，他将从实力的地位出发飞往中国会谈，并向中国展现和示范所谓负责且良性的竞争是什么样子。普赖斯还提到，2国关系将会走向竞争，但希望不要转变为危险冲突。
普赖斯所说的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对中国而言并不陌生。今年3月，在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曾对杨洁篪委员、王毅外长讲过。当时，杨洁篪掷地有声地回应道：“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杨洁篪强调，20年前、30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讲这个话，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美方在对华政策，处理中间过于单边主义。过于实力优先，过于自我中心，这会导致美当前和未来对华政策处理的更多的挫折。目前，舍曼正在东亚进行访问，首站为日本，此后还将前往韩国和蒙古国。舍曼周3上午在东京与日本外务次官森健良、韩国外交部第1次官崔中健举行美日韩3国副部长级磋商。除讨论朝鲜问题外，三方还谈及所谓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以及台湾局势。在此之前，日美还举行了双边会谈。据日媒报道，森健良周2在会面时大谈东海、南海问题，以及台湾、香港和新疆。舍曼的东亚行刚刚开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东南亚访问行程也将开始。奥斯汀将于周5动身前往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认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每个月都会对欧洲进行1次访问，但对东南亚则为0。奥斯汀曾计划于今年6月访问新加坡，但因疫情被迫推迟。此次访问期间，预计奥斯汀将谈到南海，力求在对华政策上与各国合作。这意味着拜登政府开始加强对东南亚的干预力度。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3再次明确表示，无论是台湾、涉港还是涉疆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日固守冷战思维，蓄意搞集团对抗，试图打造反华包围圈，这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美日应该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认为，一边想与中国接触，一边拉拢其他国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作风。美国不会放松对华战略竞争，更不会停下来。但这不意味着中方会在沟通机会来临时选择回避。中国在对美外交方面，一方面坚持自己既有的原则，保持自身对美外交的连贯性，同时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致力于与世界上更大范围的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使得美国在对华外交中间通过一系列的挫折而进行一个内部自我深刻的反省，以便于未来如果美方有足够适宜的政治气候的话，在对华政策中间做出调整。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周日起访华，是这2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一个提问热点。那么您对于此访有何观察呢？舍曼他是美国国务院的2号人物，也是拜登外交团队高级成员。那么鉴于目前中美摩擦不断，而且是在扩散升级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用《纽约时报》昨天标题的一个说法就是 Biden has angered China， 拜登已经惹恼中方。所以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中方愿意接待美方一位外交高官来访，那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我们看舍曼来访的信息发布方式，也足以见证这次访问的特殊性。美方呢，显然是对访问抱有期待的。此前就已经有美国媒体在爆料，但是呢，美国国务院此前公布官方行程，并没有访华的安排。甚至呢，昨天外交部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还在拿所谓舍曼访华计划搁浅来向赵立坚发问。但是呢，估计如果这位记者昨晚留意到外交部发言人的最新答问，他会后悔自己提出这个傻问题了。那么从中美双方的通报来看，表述是措辞呢是相当严厉的。外交部发言人已经预告说，中方会表明原则立场和坚定的态度，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那么美方也在声明说，舍曼将会讨论美方所谓的严重关切，甚至呢，在他访问日韩期间，也不断有对华强硬言论出街。那么这意味着舍曼他的这次访问并不轻松。阿拉斯加首次高级别会谈现场，中美唇枪舌剑的一幕呢，可能会再次重演。但是呢，舍曼他显然也是带着任务来天津的。美媒的一个普遍预期是，有关最高级别会晤的前期对话探路，
也包括 CNN 最先爆料的所谓中美应急沟通热线电话的建立动议等等。全世界都见证了杨洁篪在阿拉斯加会场对美方强调：“你们没有资格说基于实力来对话，中方不吃这一套。”但是呢，我们同样也应该关注参与对话的王毅，当时呢也曾经向追访的这个中国记者表示，之后的会谈实际上也是很有成果的。所以啊，我们也期待同样的一幕能够在天津重演。毕竟中美关系太重要了，尤其是在紧张时刻，更需要中美面对面的对话交流来探明底线。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